到现在还要创上一个大米的一个假的模拟的车尾 ，OK。哎呦，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我就是来到 Proton 沙阿兰 HQ 这边，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，到底这个 Proton S70长得怎么样。所以，观众朋友，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之前，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。当然，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。在这边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 啦，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揭秘这个 Proton S70到底它长得如何吧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就是一辆蓝色的 Proton S70，这个颜色呢就跟 Proton X90这个新出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蓝色。这一次这个 Proton S70它也是有一个新的颜色。我身后就是这个 Proton S70新的颜色，这个颜色它是有一点青蓝色这样子。至于这个 Proton 的新颜色，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好看吗？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让我知道哦。回来这个 Proton S70的外观啊，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前脸设计基本上也是跟 Proton X90一样，都是采用了家族的设计语言。我记得 X90它的头灯是采用了反射式设计的 LED 灯啊 ，S70的头灯它则是采用了 Projector 的 LED headlamp。至于这个 LED headlamp 它也是有一个非常 fancy 的功能，也就是开门或者是关闭的时候，它都会有一个非常 fancy 的亮灯仪式功能。来到车侧部分啊，可以看到这一个 Proton S70，它的铝圈是采用了一个17寸的铝圈，配上了一个 Goodyear 的轮胎，轮胎的尺寸是205/50R17的轮胎。之前我有 check 过 Continental 的轮胎，这个尺寸的价钱大概是在400块这样子啦。在side mirror下面呢，可以看到它是有 camera 的，因为这辆车它是具备了360的环景显示功能。这辆 Proton S70它的 suspension 是采用了前轮 MacPherson， 后轮是 torsion beam 的避震设定。至于刹车的话，前轮是采用了 disc brake， 后轮也是采用了 disc brake 的刹车设定。来到车尾部分，可以看到这个车尾啊，它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 LED 尾灯，而且它跟前面的大灯一样，在解锁或者是关闭的时候，都会有非常好看的灯光显示功能。至于这个车尾的 design 哦，让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是 Previa 的车尾 design 啦，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看法呢 ？OK， 打开这个尾盖，这个尾盖呢，它是有电磁阀开关。这个尾箱容量呢，我个人觉得是蛮大的啦。这样子目测的话，大概要放3到4个大型的行李箱都没有问题。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上面呢，这边是有一个 lock 的，这个 lock 是有功能的，它是可以 release 掉这个后尾盖的。所以如果是说，当这个后尾的盖它的那个电磁阀开关 jam 掉的话，你就可以通过后排的位置把椅子放倒，放倒过后，你就可以从后排跑到尾箱里面，用这个 button 来解锁。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是蛮贴心一下的啦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ton S70它的引擎。这个 Proton S70打开这个引擎盖，没错，它是没有那个油压顶杆的，还是把manual顶杆把这个玻璃盖顶上来。这一次 S70的引擎采用了1.53缸涡轮增压引擎，搭配了7速的 DCT 变速箱，它还有 Eco、Sport、Comfort 3种驾驶模式。至于这个引擎它的动力表现够不够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如果是说它的价位是在100千里面来讲的话，在100千里面你可能买到的车就是 Honda City、Toyota 的 Vios。因此，如果是说我们用100千买到一辆 C segment， 而且是有1.53缸涡轮增压引擎的车子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性价比是蛮高价的啦。好，基本上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引擎配置大概是这样子啦。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它的 interior。OK， 讲到 interior，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从后尾开始 test 起的啦。首先，这个 Proton S70它的空间感我觉得会比较大，因为这是一辆 C segment 的车子嘛。这个 C segment 也不是我讲的啊，这个是 Proton 讲的啊。再来就是它的椅背，我觉得是做到蛮不错的。它的椅背有挖了一个洞，让你的背部有很明显的包覆感。可以看到我的膝部空间，前座的椅子，它的椅背已经是调到蛮靠后的距离了，距离我的膝盖是有一个拳头距离。椅背是有做的挖空的设计，这样子就不会有椅背顶到你的膝盖的问题了咯。对于一个170cm 的我，头部空间2个拳头距离。再搭配上它的 interior， 它上面是采用这种奶白色的 interior， 我觉得它的压迫感不会这么明显。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头靠也是可以调整的。它的椅子的泡棉设定是属于那种 Q 弹有支撑性的，椅子的皮革是采用了那种丝滑的皮革，不是那种粗粗的皮革。我是蛮喜欢这样子的皮革的感觉啦。这个皮革，
摸起来不错。然后把椅背拉下来，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 armrest， 上面有2个自杯架。除此之外，在这个配置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座是有冷气出风口，一个 Type C 的充电孔，还有一个 USB A 的充电孔。这边还有一个 pocket 可以让你放手机。你要插电的话，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放在这边，然后 cable 拎起来就可以了。至于在 interior， 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的部分就是门板啊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大面积的 plastic， 这边呢才是一点的布料皮革。中间这个饰板啊，我觉得有待加强啦，但是可以把它变成 piano black 会更加的好啦。OK， 来到前座的 interior， 首先它的 dashboard 上面是采用大面积的软皮革，这边也是软皮革。可以看到在里面呢，它这个纹理设计，听 Proton 讲啦，它是松构那个纹理设计出来的。当时候我以为这个是布啊，可是不是，它是皮革来的。在中间有一个12寸吧，目测应该是12寸。这个悬浮式的音响主机呢，跟 Proton S90是一模一样的音响主机。这个主机蛮大个的。至于 Aircon 的按钮，我觉得它也是分布到蛮到位的。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好像类似钢琴键的设计，它没有把这个 Aircon 的 control 放在这个 information 里面来做控制。有这样子实体按钮的好处，就是当你在忙操作的时候，会更加简单，更加方便。再来看下来啊，这边是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board， 这边它是一个锁匙，可能是 detect 锁匙的一个 function 呢。然后排挡杆来讲的话，它则是采用了跟 Proton X90一样的设计，排挡杆的操作原理也是跟 Proton X90是一模一样的，不可以马上把它拉去 D， 得必须一个一个往下推才可以到达 D。在排挡杆下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镂空的置物空间。现在有很多的车企都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啦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好的利用空间。至于 steering 部分，这个 steering 也是可以支援前后下跟上4个部位的调节。中间的这个 meter 呢，它的显示也是跟 Proton S90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我记得 Proton S90的这个 meter 好像是比较大个啦。至于这个 Proton S70它的前座乘坐体验来讲，首先我觉得这个椅子它的椅背的包覆感是蛮十足的，因为它在椅背的左右都有做了腰靠的设计，因此它坐起来的感觉包覆感我觉得是蛮十足的。再来就是它的椅子的泡棉设定，很明显的是比后座来的更加的多，所以因此坐起来的话，你就会比较有那种厚实的感觉。至于它的这个前座的椅子有没有座椅通风功能，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，因为这辆车我还没有 start 到。到底这个前座的椅子有没有座椅通风功能，就等到这个 Proton S70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，再来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。除此之外啊，这个椅子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 Flagship 版本它的椅子是可以电动调节的。来讲一下我对于这个前座内饰我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啦。这个前座的 interior design， 我觉得如果 compare than X90来讲的话，它的前座的 interior design 就感觉上比较空，它的 luxury 的氛围感就没有这样明显。如果是说喜欢干净整洁的朋友，这样子的 interior design， 他们肯定觉得是不错的。这次 S70有4个版本 ，Exec、Premium、Flagship、Flagship X 这4个版本。这4个版本里面，我个人觉得最有性价比的就是 Flagship 版本。因为这是 S70的 Touchscreen 主机是用了 S90的。之前我有试驾过 X90的体验，它的360环景显示真的是非常高清和方便。这个 S70的进阶式安全功能也是和 X90是一模一样的，整体用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用。至于 Flagship X 版本的天窗，我就觉得可有可无啦。价钱方面，因为还没有正式推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价钱为如何。但是我个人预计这个 S70的售价大概是在7万到11万以内。如果这个售价真的是在我这个预测范围之内这个 Toyota Vios 还有 Honda City 就真的要小心了啦。我们在这个预览会里面所看到的2辆车呢，都是 Flagship X 版本的，因为它们都有天窗，一辆是有 Body Kit 的，一辆是没有 Body Kit 的。所以大概可以预料到这个 Body Kit 将会是要另外加钱选配的配件啦。至于这套 Body Kit 的价钱，有听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是讲这套 Body Kit 大概是要加一个3500块钱这样子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关于这个 Proton S70它的外观、内饰还有它的配置的介绍大概是这样子啦。至于这辆 Proton S70，其实我已经是试驾过了的。到底这个 Proton S70会给我怎样的试驾体验？观众朋友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这个 Proton S70我在 Proton 总部这边它的试驾体验分享内容咯。
OK 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